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来讲一下美国自己的后院子里面可以建房子吗？就是大多数的美国的独栋房屋都有自己的院子，然后市政要求前院有绿化，与社区环境美化相协调。如果说打理欠佳的话，会面临处罚。而后院的利用几乎没有限制。美国自己后院建房子是可以的，因为这是业主的私人领地，前提是要得到市政的许可。首先，美国的房子后院加建房子的政策，提一下大背景。在当全世界都担心美国因疫情而崩溃的时候，美国人买房的热情已经达到了过去的15年的沸点。从2020年到2021年底，美国的买房基本是靠抢的。二手房买卖的现状就是出价很离谱，险中求胜，出价合理就错过了，讨价还价，自罚下场。新房开工数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新低，少量在发售中的新房现场更是抢房气氛异常的紧张。那么我们以美国的加州为例，在房子的后院加建房子的政策，在众多的地方城市是得到快速的许可的。私人业主加入弥补美国可售房屋短缺的一剂强心针。虽然与地产商的规模化开发相比如萤火虫，但是的话，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居住环境的好政策。那后院是怎么建房子呢？那后院建房子，首先的话就是需要确定拥有的土地面积是否可以加建，可以通过市政了解业主所持有的房屋可加建的面积的上限。例如，你现在的房屋是2600英尺，那市政的话允许在后院扩建到2000英尺的话，就可以需要控制在该范围之内。下一步就是委托建筑商还有建筑师设计房屋的图纸，批报市政部门并得到许可。设计规划通过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施工了。在后院建房的好处嘛，大概就是美国和中国是不同的，居民没有储蓄的观念。事实上，美国的银行的存款的利率低到没有人在意它。如果手中有一笔闲置的资金，那为了您的后院加建一个全新的房屋是非常不错的投资选项。比如用来出租房子，获得稳定的租金回报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你也可以为家人扩大居住面积，在自己的后院土地上盖房子。在当今的美国地皮价格也暴涨的时候，节约了一笔很大的投入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和我们一起探讨美国房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